歡迎大家嚟到民主黨呢個節目，我係劉慧卿。今日咧，我係非常之高興咧，又再次請到黃向偉教授。咁大家都記得佢啦，因為上次都嚟過，就係南華早報嘅前老總啦，亦都而家喺浸會大學呢個傳理學院新聞系嘅副教授。謝謝教授。咁今次都係佢講普通話，我講廣東話啦，因為我都要再練多啲我啲普通話先得。咁啊，多謝教授。不過真係，因為你嘅節目出咗街咧，你都自己都應該知啊。因為而家好多人睇，你睇到而家一路都仲有人睇。咁又多謝你又話擺埋上 WeChat 又呢樣嗰樣。咁樣咧就喺唔單止香港，喺海外，美國又好，英國周圍都好多人睇。咁就好爭論。喂，呢個黃向偉幫北京佢話唔係喎，佢話鬧香港政府喎。我唔理咁多啦，佢講自己講實話啦。咁今日都係叫你講，但係而家咧同當日你嚟咧個情況就更加差咗。因為其實呢一兩個禮拜或者咩好多市民，本地或者其他地方都同我講，佢哋好擔心。好驚！哇死！我屋企仲有冇份蘋果日報先？有冇個民主女神？係咪會被拉？喂點搞啊？教授，你話我哋香港又話咩國際金融中心又多啲人嚟投資，又多啲遊客，你搞到而家好似即係有啲人雖然佢唔敢出聲，佢叫我同佢講啦。但係真係你自己感唔感覺到而家個氣氛？自從我上次傾完之後，係咪一路升溫咧？你啲學生係咪好驚咧？首先很高興 Emily 再回到你的節目上一次我們是1月24號真的嗎？對，這個我記得很清楚。然後這一個多月過去了，就像你說，香港還有海外對香港的認識又發生了很多新的事情，比如說2個星期前 Stephen Roach。這個 Morgan Stanley 的原來的 Morgan Stanley Asia Chairman， 這個原來一直用香港話說，他過去幾十年都是香港和中國的好友，大好友。大好友這個他最近在 FT 寫了一篇文章說，這個香港玩完Hong Kong is over。那麼就讓我想起了這個，我是93年來香港，95年的時候，美國的 Fortune Magazine 也寫過一個類似的 cover story， 封面啊對 The Death of Hong Kong，The Death of Hong Kong， 香港之死。那麼就是說26這個，我93年來95年快30年了，那麼香港也沒死。第二呢，我想說的是，就是還是我說的這個說法，我對香港未來還是謹慎樂觀。那麼我說幾個理由，然後我們再講到23條。第一呢，就是我上次跟你做了這個訪問之後，你傳給我一些你的朋友的反應，我自己也看到了一些反應，有的罵得很兇。對，這個，而且在英國的陶傑，還有在美國的一些就是香港的人都評論這個事情。那麼我也上到你的這個 podcast， 也看到下面的評論。那麼有些是贊，有些是反對。反對的人之中呢，這個說的最多的就是說我王向偉，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我只罵奴才不罵主子這意思就是說我只是去鬧香港政府沒有鬧北京政府。那麼這個事情我這次來還想跟你再進一步的去討論，因為這個事情我確實是這麼認為，就是說北京是不想讓香港就是說真正的成為大陸的一個城市，一國一制。因為之前我們討論過，這次還要可以討論，就是說這個因為如果它成為一國一制，對中國對北京沒有任何好處。那麼還有呢，就是講到說這個
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你的这些朋友，或者是你的有些很多听众，认为我说的话，说只骂主子不骂奴才，我认为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担忧，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想明白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你比如说这个，你刚才提到，因为现在 Legislative 立法会在要 rush through the law，一读和二读，然后我每天也非常关注香港的媒体，就是里面就说到你刚才提到的，说我家里有一份苹果日报，你的丢了没有？对，如果我没丢，会不会是一个问题？我当时就在想，如果当时我家里留的这苹果日报是马经版，算不算呢？或者是很多人这个苹果日报除了它的政治新闻之外，它还有什么很多娱乐新闻啊？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一点，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这样的讨论，不管时间长短，非常好，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只有大家去多讨论，然后呢，多表达自己的意见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上你的这个节目。你刚才讲到说，你的朋友有很多朋友跟你说，他们心里很 concerned， 很惊愕，希望在你的节目这个表达出来。这就使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他们为什么不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去表达？他害怕，因为驚拉嘛。是啊，那怎么会呢？因为香港政府自己說他要公開的徵求意見。咁啊煽動啊嘛，佢都唔知幾時先煽動。是啊，所以呢，我認為呢，這裡面有很多對這個國安法的誤解，但我並不是來這兒去為這個國安法去做辯解。那麼就是說，第一，你要知道，我看報紙啊，就是我看到香港政府出的 announcement 說，他們一個月的 public consultation。說99%以上的人都是贊成的，對嗎？所以如果你說你還有很多在香港的朋友，非常的 concerned， 我認為他們應該通過，可能現在已經來不及了，那他們其實應該通過，他們自己的渠道，就通過這個上個月的 public consultation 去提出自己的 concern。我想這個跟這個是不是會被警察拉，應該是不一樣的吧？因為比如說，就像過去的這幾天的這個 first and second reading， 有很多 legislative members 都在 raise a lot of questions， 因為只有你表達了這個 concern， 而且我看到說這個香港的 security chief， 在答立法會議員的時候，也表達意思，就對某些方面他們要有一些這個修改。我認為這是第一點我想說的。那麼第二點我想說的就是關於說，因為最近啊，就是我相信你也有很多新加坡朋友，我也有很多新加坡朋友。最近我見到我的這些新加坡的朋友，他們感覺非常煩，因為所有人都要跟新加坡去比。所以呢，這個因為特區政府最中意比，所以咪對，係咯，對啊，所以因為特區政府自己沒有什麼主意，所以很多人都要去比，那麼很多人都要跟新加坡去比，那麼尤其是說在國安法也是一樣，很多人都說新加坡也有國安法，那麼香港也有國安法。梁振英都係咁話啦，對，是，所以我現在的很多新加坡朋友都很苦惱，說你們談香港的事，為什麼一定要？對，咁又鬧佢搶咗 Taylor Swift 咧，就唔俾嚟香港咧。喂，教授啊，你唔好喺度講晒啦，你而家唔係講緊書。你第一點咧，你又喺香港幾十年，你真係唔知道，真係有啲香港人係好擔心，不過唔敢出聲，唔出到聲，而你真係信，即係90成幾嘅人係真係好，即係覺得。支持就即係代表700幾萬人好支持啊！你覺得真㗎？對，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唔知道你就没 Emily， 我想跟你说的是，假如说你认为不代表，那现在 here is the question， 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说我表示担忧啊？你说你现在表示担忧，就有香港政府人会拉你吗？我这个你没有听过，我不赞成。你真是 Emily， 我现在就可以公开的跟我，你也不要去这个刺激我说话。我想说的就是说，我现在就在这里就可以公开的说，我就有 concern。你也有 concern？ 对啊。什么 concern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在上你的节目之前，也不光说上你的节目，因为我现在在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我教的一门课是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Greater China。然后呢，里面涉及到 Hong Kong Media。然后呢，就我也很高兴啊，你下礼拜会去我那儿去讲。对，谢谢你。然后呢，就其中呢，我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其实以前呢，我就知道，就是邓小平就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在84年和87年公开的说过2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97以后，在香港，还可不可以骂共产党？當然，這個我們梗係記得啦。對啊。但係而家冇人咁罵，而家唔係鄧小平又唔喺度，啲人冇人咁罵。那不一樣。所以這裡我就想說這個，因為這個跟現在在座的你們有些媒體也有直接的聯繫。因為這個罵字在普通話裡有很多意義。那麼鄧小平在這裡講，就是批評的意思。就是說97年之後，在香港還可不可以批評中央政府、批評共產黨？那鄧小平在84年和87年的時候都說得非常清楚，可以的。我現在我在這兒，就是我從一個這個新聞系的老師的角度去說，我認為為什麼不可以啊？如果他做錯了，為什麼不可以批評啊？你們這個我呢想跟你們念一段，就鄧小平在87年的時候，是不是很長的？太長的封面。不長，很短，就是講可不可以再批評共產黨？因為我想把這句話念出來非常重要。好吧？好，你就是等我1分鐘啊。1分鐘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說。20秒，我得找到這個東西。這個1987年的時候，你們自己可以上網去查。但是我就想，如果我們說到這裡，你剛才你在說大家不敢表達自己的 concern， 我呢就希望通過你的 program 跟大家說，為什麼不能表達？講出來吧。對啊。你比如說，在1987年的時候。鄧小平在接見這個香港的這個一批就是什麼那個時候這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的時候說，他說，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可，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他說的意思就是說，第一部分我的理解就是說，我到現在我都這麼認為，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香港媒體，就是遵守法律，這個就是說以事實為依據去採訪，去寫出來，然後呢，其中有涉及到中央政府做的不對的地方，我認為完全可以批評。為什麼不能批評？因為你不批評，就會成為一個典型的一國一制的標誌。
喂，教授啊，嗱，我哋都有明報喺度啊。對啊，喂，明報在度。明報連專子都唔俾畫。啊，對啊，咁點解咧？這個是這樣，這個關於這個問題，就是說你可以說是，那是明報自己做的。佢自己搞嘅，唔關政府事嘅。對啊。唉，真係好嘢，真係。對啊。唉，喂，教授啊！嗱，你唔好講你嗰4點，你講完嗰4點，我哋都唔知搞到幾多點鐘啊！你話咧，上一次你都講，你而家都講，北京咧其實係想一國兩制嘅，想香港繼續做國際金融中心啊咁樣，就俾香港自己搞。但係你嗰次嚟完之後，你睇到夏寶龍又落到嚟，哇，乜嘢都睇晒，咩都指指點點嚇。咁佢哋阿李家超上去北京開會，突然間又要話，即刻翻去。其他嗰啲都即刻走翻落嚟，咁有啲人就話北京亦都啲官員開會都公開講，你快啲立法啊咁樣。咁你係咪即係好多嘢都係北京？嗱，你要咁做，你要咁做，你要咁做，就唔係話即係俾香港政府你自己做得衰啫嚇。其實就係北京真係要指住佢哋要去做嘅，係咪咧？你覺得係咪啊？對，是這樣。你比如說關於這件事情，就是說香港政府也要。就是說，香港政府急於要通過23條，那麼他們說起來最大的原因，就是說，這個盡快通過23條，那麼這個大家可以集中精力搞經濟，focus on growing the economy。他這麼說聽起來沒有什麼，但我認為他的這個邏輯就是他們有些人說的這個邏輯也有問題，因為你不能說是這個要通過23條，發展經濟就作為一個 secondary consideration， 我認為應該同時去做。為什麼不能繼續的發展經濟？因為經濟就是說。發展香港的經濟是香港現在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我跟你說 Emily， 你可以，因為在這一點上，就是關於23條或者關於香港的 political environment， 你我之間肯定是有分歧。但我想說的是，就像我上次說的一樣 ，that ship has sailed， 就是說你現在不管你反對不反對，就包括你的朋友說得很清楚，跟你表達他有 concerns。但他沒有出來說，政府出來的這個 public consultation 出來的 results 是99%以上的人都支持。然後你現在跟我說香港很多人害怕，沒有出來說，為什麼不出來說？你不出來 register your concerns， 他們就說這是這個99%。然後你剛才問我說，你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啊，沒有人告訴我啊。你跟我說你很多朋友說這個有很多 concerns，Where's your data？ 所以呢，我認為呢，在23條這個問題上，它迅速通過也有好處。我認為就最關鍵的還是我上一次說的這句話。這句話是什麼呢？就是說你香港就是未來怎麼去走。如果你自己沒有自己的 idea， 那只有北京告訴你，北京跟你說你要做這做那。問題是又回到上次我們討論的話題，北京的官員是不知道如何管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香港。如果你完全聽北京的，那香港就沒有希望。就像我說的，香港就會自毀長城。那麼我們現在又說到另外一個話題。說的這話題是什麼呢？就是說2020年6月30號國安法之後，那麼這個不管是香港政府還是北京方面都說，香港應該更好的融入大灣區。我之前呢，我在南華早報有一個專欄，去年我就寫過這個，在這個寫過一個專欄。專門批評這種說法，其實他們這種說法，我認為是不對的。為什麼？因為在過去的26年，香港從來沒有離開這個國內，它也沒有離開這個大灣區。它首先做的是說，
香港人，不管是香港的商人和香港的老百姓，他去大陆是因为他可以这个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买到更便宜的东西。这个你不鼓励他也去啊。这不最近我看到有很多报道说，香港人一到周末都去大陆去买东西。那你回头，我认为话说回来了，还是要说你香港政府自己要反思，他為什麼要去大陸買啊？咪佢都想嘅去，佢唔敢叫佢唔去添啦。他不是說去不去的問題，是在於說又回到 Emily 啊，呢個唔緊要啦，教授。競爭力的問題。我係好贊成啲人自由，你去買嘢又好，你移民又好，乜都好。對。但係而家都係要問翻你呢個問題，就係你一路講，亦都係最爭議嘅。對。啲人就係話你話北京咧係冇事嘅，北京係唔會搞你香港嘅，係你香港自己搞衰自己嘅啫。而且北京都唔識點樣管個資本主義社會。喂，但係夏寶龍嚟到呢度乜鬼都睇喎，乜鬼都講喎。咁所以就係北京管啦。抑或夏寶龍都唔代表黨中央呢？是這樣，我剛才說的意思就是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這個2020年6月30號，香港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那麼這個北京開始說北京要對香港實施全面管制。那麼我認為呢，這裡面就有幾個誤解。那麼第一個誤解，很多人認為在香港和在中國大陸，很多人認為假如說北京要對香港實施全面管制，那我就聽你的嘍。那我認為這是錯的。因為又回到我剛才的話題，因為北京不知道怎麼樣管理一個香港。但第二，假如你剛才提到中國的官員來香港視察，那他也是要了解情況。我認為他這裡面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說，比如說我今天看南華早報，這個美國駐華大使 Nicholas Burns 也來香港啊，所有人都要考察呀，因為你不當地考察，你不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就是這是第一。第二，就是說關於就是說香港未來發展如何與中國大陸進一步融合，另外如何繼續的發揚它的國際城市，就是 international city 這個特色，我認為香港絕對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我在香港的感覺，我就認為香港的政府裡面的某些人就一味的就是要聽北京你來告訴我怎麼做。我認為第一，這個是錯的。第二，我認為香港政府裡的人應該就在這個時候應該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去影響北京，在對外開放，在外貿，在這個很多方面可以很好的影響北京。為什麼？你現在知道，現在中國大陸在政治上越來越封閉，而且呢，就是說跟海外之間這個脫節脫得很厲害。所以我為什麼我對香港未來謹慎樂觀，就在於這。我認為如果香港自己做好了，香港可以告訴中國大陸，你在吸引外資，你在外貿，你在對外開放做得更好，不會發生問題。這是第一啊。你信下香港政府敢唔敢咁樣講？真係。我認為他為什麼不應該講啊？所以這為什麼我就上了你的節目，就想表達我的意思。他為什麼不能說？然後我要表達另外一個意思。第二，就是說中國的官員對香港發表他的意見，這是他的權利。但是我想說的是，就是說我的感覺也不是說一定是100%對的。我認為就是說呢，在北京的官員要求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大灣區，更好的融入中國經濟的同時，現在香港的很多官員去向大陸學習的同時，我認為北京的官員也應該更好的學習香港的事情，香港的法律。你知道我在過去的這麼多年，
北京的官员也经常举行一些什么基本法的研讨会啊，这个研讨会，我没有听到或者看到有任何新闻说他们也召开一些研讨会，研讨普通法，研讨香港的制度，他们也要认真学习。我并不是说，因为我当时跟你说的，我并不是说这个北京的这个北京的官员就是来到这里就是要指手画脚。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现在香港某些人向国内学的东西是不对的。第二，北京的官员如果要，因为就是你首先就是说，我认为中央政府还是希望香港成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功。但是呢，我认为北京的官员，如果你们写文章可以这么写啊，北京的官员是不是在香港这方面也要补课，也要學習香港的普通法？係啊，你上一次都講咗啦，都冇人學咯。你怎麼知道他沒人學呢？啊？如果因為我們現在就不提名字，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學沒學，但我認為香港的官員，就是北京的官員，負責港澳事務的官員，應該學習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應該學習香港成功的地方，然後他才有權利對香港指手畫腳。你唔好講話北京官員啦，我哋啲立法會議員都應該學下啦。你睇佢問啲問題，好似問到都咩無罪推定都好似唔識咁樣嘅喎。啊，點解你咁好人啊？點解你菩薩心腸啊？點解唔嚴啲對佢哋啊？即係個個都要學啊！即係我哋睇到真係好得意啊！我睇到這個我對這個就是說我除了對香港政府官員有意見，我對香港的立法會的議員也很有意見。那麼2020年以後，這個立法會和區議員選舉，現在選上來的都是建制派的，對吧？係啊，愛國者，對愛國者。然後這個包括民主黨，你們也沒有參選，冇啦。然後這個上來的都是所謂愛國者跟那個建制派的人。我認為他們現在如果過去，因為在19年以前，就是建制派很多人就說香港發展不起來是因為有反對派，對吧？現在反對派沒有了啊，咁啊點呢？你們就得看他們自己了。那麼就上一期的節目我就說到這個香港的這些某些立法會議員，他有沒有真正的為香港市民服務？他可能對外說他每天都在為香港市民服務。那麼我認為這個我在這裡還要去說，我認為他們應該更好的為香港市民服務，更好的監督香港政府。因為以前他們所有的這個說辭，什麼有反對派啊，這個那個，他們做不了事。你現在全是自己人了，如果你再做不好，還有什麼借口？第二，我一直想說的另外一個事情是什麼？就是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香港的官員自己出來檢討未來，就是說現在香港面臨的哪些重大問題，然後我們如何去解決。每次別人一批評香港的時候，立馬非常的義憤填膺啊，說你批評我的不對啊，這情況不是這樣。但事實 the fact remains， 香港現在就是落後了， Hong Kong is lagging behind。 那麼你是不是應該，我現在在香港媒體看到的所有的報道，都是香港的官員在說香港面臨的困境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什麼 ris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什麼這個供應鏈受阻，這個那個，從來沒有認真的去檢討我們自己在哪方面做的不對，就包括最近的這個 budget，right？
花了很多钱要放焰火呀，要放什么？我看不到有任何的 long-term plan， 就是讲到说，香港现在，楼市、楼价下跌，股价下跌，这个大家的 sentiment 也在下跌，怎么样如何的去做好？我现在看到的是，他们只是一味的去反击外界。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就是 come up， 就是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長期的規劃。嗱，教授你咁講，對，點解夏寶龍唔係咁講咧？夏寶龍喺度讚佢哋喎，佢話佢做得好好喎，個預算案又好好喎。對，所以係北京係有責任㗎，教授。這個北京有他的責任，但是呢，我認為最關鍵的就是說。我不知道，就是說，因為這個因為我現在在教這個傳媒，這個中國的宣傳歷來都是這樣，官員到任何地方視察都說好，沒有說壞的。如果你要是說壞了，這個事情就做不下去了。在中國也是一樣，背後裡他說什麼我不知道，所以呢，我就想說，以後中國的官員來，可能。他在視察公開講的時候，這是中國一貫的宣傳的伎倆，全是你好我好。但是背後香港政府的人有沒有告訴他現在香港面臨的問題？第二，我也想說的是，就是說，就像我為什麼上你這個節目，如果你有 concern， 你也要出來說呀。當我看到說這個香港這個 one month public consultation 出來的數字是說99%以上的人都支持這個 enactment， 你可以出來說就是說我支持，但是我有 concern， 你可以表達你的 concern， 因為咱們把話就是如果這個 emotional side， 香港像任何一個地區國家和地區都要有國安法，但是最關鍵的就是說以後如何去做，那麼你要不表達你的觀點，政府就以為你沒有意見。你比如說我現在就表達我的觀點，說而且我很奇怪的就是說我希望通過你的節目啊，你播出去之後你看看其他有沒有立法會的議員去問這個保安局的局長，說23條以後媒體還可不可以批評中央政府？叫你啲學生都去問下啦。有沒有人問這個問題啊？你們可以去問啊。好啊好啊。我認為他要做錯了，當然可以，為什麼不能批評啊？係啦唔使驚啊，不過拉咗就冇人保咗你㗎。而且就是第二，就很多人擔心。昨天我上課的時候，我們系裡一個老師foreigner， 他還問我說以後在外國媒體 like Bloomberg、Reuters、NBC、CBS 在那些工作的中國人和香港人，你在那裡工作會不會有問題啊？間諜啊！是啊，算不算外國？算不算這個也不是說間諜，外國組織，對吧？他問我，我說我的理解是，為什麼不可以啊？為什麼不可以就是說，因為從一開始，包括2020年6月，他實施國安法之後，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人都在說，如果你作為記者，就是說你這個做你記者的工作，沒有涉及到國家秘密，而且呢，就以事實為基礎的去報道，為什麼不可以？所以我認為呢，就第一呢，就是說，這個我認為有 concern， 你要表達出來，因為講10幾次就得啦，我聽到啦，唔緊要啦，好多人聽到睇佢表唔表達啦。咁啊，今日因為時間有限啦，教授講唔晒啊。你話咩4點，而家講咗2點都可以，下次再揾你嚟講埋嚇。咁我哋下一次再傾好唔好啊？謝謝教授，謝謝你嚇，謝謝，拜拜。拜拜。
有冇問題？係阿温啊，香港01。香港01啊。香港01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提到说，香港的官员现在只懂得听北京的话，但是就比如说23条立法，他马上就是国家说你赶快做，他就赶快做。可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央其实不只是说23条要立法，中央也提到说香港应该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没错啊，破解是啊是哎。可是为什么香港官员好像都忽略掉了这样的声音？当然，我们有一个推测，可能说不只是官员，建制派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藩篱的一部分。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老师，您觉得他们是听不懂还是装不懂？好，那不管他们是真懂假懂，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央，你刚才也说也有责任嘛。那中央在跟香港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客客气气，应该把话讲得更明白，不要那么的呵护他们？你是问题问的非常好。我先说上一部分，就是说，就是刚才讲到说中央有责任，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如果中央没有责任，那么香港不会说，2019年会发生那么大的事件，对吗？第二呢，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也是我在去年我写过一个 column， 就是在这个去年初的时候，我刚回到香港，我原来在北京，然后我就说那个时候这个郑丽要开始他的施政报告，在他施政报告之前，我说香港可不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彻底解决香港农民问题，就 cage homes， 就是就是住的农屋的问题。这个香港很有钱，为什么不能做？我记得这要说到夏宝龙夏主任了。我记得夏主任去年还是前年，他曾经说过，希望香港在多少年解决这问题。他们不敢接这话哦。而且我认为，就是香港直到现在还有农屋问题，还有人住在 cage 里面，这是香港的耻辱。对。你刚才问的问题特别好，我没有答案。夏宝龙已经说了，希望他们在多少年之前完成。我的 column 里面，我建议给香港政府，你应该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而且你为什么不能做呀？习近平在2015年的时候，还是2010几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说在2020年以前，这个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然后中央政府所有的部门都要参加。香港现在只有一个这个民政署在负责这个事情，其他都是由就是这个社工或者一些慈善机构在管。这个消除香港的绝对贫困，对香港来说是太容易了。但是你要找香港的官员，香港的官员就会说，这个，哎呀，里面有很多特殊情况啊，这个那个，因为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要有特殊情况的。我认为把放烟火的钱，把放直升飞机的钱，是不是都可以集中起来，先去帮助这些人？这是一点。那么你讲到，就是关于说，香港这官员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就是非常匆忙的要通过这个 Article 23？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其实通过了，对香港也是有好处，因为你不通过，中央跟香港之间的关系一直会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说，就是他们老是有一个很大的 concern。过去之后，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个法律如何的执行。因为我刚才跟 Emily 也说了，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法律，而且新加坡的法律
这个国安法也是非常的 expansive 和 stringent， 也是很严格的。但是你看到新加坡在使用这个法律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就是如何的以后这个法律如何的实施，我们只能这么看。因为现在就包括 Emily 的很多朋友还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说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法呀，不应该是个恶法呀，是这个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我跟 Emily 说过很多次，那条船已经离开了，说这没有意思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说的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怎么样能让香港再现辉煌。我认为这香港人要跟北京说得很清楚，因为其实北京的这个 overarching principle 就是他还是希望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但是呢，具体在香港怎么去做，如果这个就是我的 argument， 如果你香港人自己没想清楚，告诉北京我应该这么做，最后只有北京来人告诉你了。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 one way， 这就是说为什么我愿意上到 Emily 的这个节目，就跟很多人去说，如果你有 concern， 如果你希望把香港做好，你要表達出來啊。那我上來，我現在就表達出來了。謝謝，對吧？另外你問問題，美國之音，教授想問一下，就是說，如果日後在學校裡面，就是探討香港的報業史的話，能不能夠探討蘋果日報？當然可以啊，為什麼不可以啊？因為我上個學期跟我的學生講 Hong Kong Media， 我們就講到了，而且我還帶我的學生去這個香港有個新聞博覽館，你知道嗎？裡面就有啊，就是64啊，這個 Apple Daily 啊，因為這是 Hong Kong Media 的歷史啊，所以一定要看的。我最近因為就是說我以前也看過這本書，我現在呢又重新的就在看，就是有一個英國人叫 Frank Welsh 寫的一個 History of Hong Kong， 它裡面還提到你的名字，好像也要感謝你的，對，你可能都不記得。他是從一個英文的角度去寫香港的歷史，那麼我也在看其他的，就是這些歷史。就是 by the end of the day，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就是你要去看香港的這些歷史，就是尤其是在這個97之前，也是一樣的。這個主要的決定是英國人做的，但是為什麼最後香港後來越做越好？ From my limited understanding， 我有限的理解，我認為香港人在那個時候在打拼，知道怎麼樣，我未來要做什麼，很清楚。現在呢，我認為所有人都很清楚，希望香港這個再現輝煌，重新的成為 Asia 的 financial center， 亞洲金融中心。你要成為一個亞洲金融中心，這個信息的流動對亞洲的金融中心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沒有一個不受阻的信息的流動，你怎麼能叫亞洲金融中心啊？那麼前一段時間，香港政府公布了在過去的1個月之內 public consultation 收集的意見，其中有很多人就是說這個絕大多數人說想把這個 Facebook、Instagram、這個 Telegraph 和 Signal 給踢出去。然後呢，後來唔係好多人，有一個人，是嗎？冇搞錯。那我不知道啊。Bloomberg 咧就話咗政府決定添。是啊，有一個意見啫。有一個意見，然後呢，之後呢，香港政府馬上出來說，佢冇件事，對，他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但是呢，
我这一次的 column 就是星期一的 column， 你们发展南华早报你们可以去看，就是说这个我就是说呢，但是呢这一条被误解的新闻所引起的不安是需要北京和香港政府来重视的，因为去年曾经就认为一首抗议的歌曲 Glory to Hong Kong，那么香港政府曾经想让这首歌曲下架，对，结果引起了很大的恐慌。而家仲喺法院處理緊。对，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香港政府和北京也要想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很多人认为这个 Google 或者其他的 social media companies 不会离开香港。我认为不能 take it for granted， 因为从 Google 的角度来讲，香港的 revenue is nothing， 但是可是对香港来说就太重要了，因为就是 Bloomberg 这个错误的报道，Bloomberg 错误的报道在香港能引起这么大的恐慌，我希望 Hong Kong 的 leaders 可以 realize 这个 significance， 就是说你可以去 dismiss 这个新闻报道是 misguided， 然后呢产生的恐慌是 overplayed， 但是呢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去 play down 或者小看后面的 underlying reason， 因为如果万一，这就是我在我的星期的 column 写的，如果万一，我认为我现在还认为这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万一 Google 走了呢？那你香港还能算什么金融中心吗？你上网都上不去了，你还能算什么金融中心吗？所以我认为有很多事情，你不能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以为我应该有。就是我认为，就还是我说这句话，这个 Emily 已经说我说了很多遍了，就香港人自己要有一个 long-term plan。我们现在就说，第一，你不能老是生活在过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如何的让香港继续保持它的国际城市的特色，如何的让香港重振它过去的，就是说重振它的一些特色，这样呢，这些外国投资者还会回来香港，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当他可以赚到钱，他就回来了。他赚不到钱，他为什么要回来？就像香港人去大陆买东西一样，没有人宣传说你去大陆买东西，所有人都去买，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趋利的。当以后你把香港自己的事情做好，香港又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很多人就回来了，还是可以赚到钱的嘛。但是呢，所以你就得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让大家看到你如何解决香港现在面临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住房啊，这个与北京的关系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一国两制啊，实时推行这个普通法呀，就是说要让全世界知道香港在维持法治这方面没有变。你可以说什么这个黎智英被判刑，那就是说这是法院判的不？就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当前的这个 parameter 的这个情况下，怎么样让香港可以重振，对吗？没有意思，老是想回到过去。我过去不用了，不用，没用，不能回到。对，没有意思了。还有问题没有？有冇人冇問過問題想問？呢位呢係咪？那我来问吧。刚才教授说希望我们去问立法会议员2个问题，
就是23条立法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想听听你，因为我担心从他们的口中不一定拿到答案。我想先问你的看法或者你的观点，媒体在23条立法之后还能批评政府、香港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吗？我认对，香港人的员工留在外国媒体工作会有安全或者会有人身的问题吗？这俩问题呢，你问我没用，I'm not in the policy making 这个 establishment。我认为你应该问这个香港立法会和问香港的 security chief。我的答案，两个答案都是说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而且你可以去找邓小平的话，这个邓小平就说了呀，就是说97之后你可以骂，但是他后面加了一条，这就是为什么19年之后2020年发生了这个国安法的事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从北京的角度，他们认为邓小平后面说的第二段，他们的 concern。就是说，香港成为颠覆中国大陆的基地，你可以在香港说我们没有，但是从北京的角度，他认为有，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我认为呢，就是说，即使是有了国安法，邓小平前面说的这句话也没有错。你做错了，我为什么不能批评啊？你们是不是准备就拿这个写篇文章？所以情况应该没变。如果23条立法之后，现在草案我跟你说哈，可能我这是 wishful thinking。我认为像你们现在这4个人，一个是明报，谁是明报的？明报走了。明报已经走了。那个香港01、VOA。跟Einstein，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你们就是在做一份工，而且你们也没有拿到国家机密，因为他现在很多时候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说你拿到了国家机密，什么，你也没有国家机密，而且就是说这个，而且我认为。很多时候的空间是自己争取出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不需要自己吓唬自己。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现在回头看，19年以前的香港是多么自由的香港就是说。现在，这个2020年国安法之后，2024年23条以后，我认为你还可以批评，只不过呢，跟2019年之前相比，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好的这个英文讲的更好的态对，就是手腕，就说你还可以批评。但是就不像19年之前那样，你可以随心所欲了，对吗？这人都是这样，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感觉到它的珍贵。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为什么愿意上 Emily 的节目，就是我认为第一就是说，老是想回到过去。没意思。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说我只骂香港，不骂北京，可是在这个问题，恰好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上，我真是这么认为。北京是希望香港能继续一国两制，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好处。你可以看看上一次我跟Emily做的访问，从过去到现在。如果北京真的想让香港变成一国一制，97年回归之后他就去做了，他没有去做，所以呢，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说你香港人怎么去做，你想好了你告诉北京，北京不同意你要说服他，你也是人吗？我们现在把香港说成的事情是什么？说香港的官员一个个就说，哎呀，我在等北京，你再告诉我，你也是人呀，你也要告诉他呀，你自己的想法啊，而且你要让他真正的体会到，在资本主义向下的香港，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那你不告诉他，他怎么知道啊？就像这个，我又说出来 ，Emily 不高兴，就像我说的，你有 concern， 你不去表达，所以出来的 result 是99.几都赞成，没有 consensus， 好吧？那个我还要去上课。仲有冇最後一條係咪你想問？俾佢快啲。自由撰稿人。我想听，就是你上次来了吗？你是 Wesley，Wesley 的上次就他来，每一次他都来的。你每次都来哈。完就是说你上次说完了香港某一些部分的官员还有议员经常在吃饭喝茅台迎来送往。你说完了那个情况之后，现在你觉得是改善了还是没有改善？还有香港，你上一次说的是成人，现在是放源的成人的趋势，还是已经恢复了？没有，这个我跟你说啊 ，Wesley， it's so early to say， 因为中国政府就是说这个香港政府一直在说，他们要这个先通过23条，然后再努力拼经济。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问题。我认为你通过23条跟拼经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为香港现在经济很差，你应该努力的去拼经济。所以呢，你说因为上一次我们是1月24号，才1个多月，那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说所有人都在讨论23条。那么，可是呢，我同意，因为我前天看到《明报》有一个社论，他写的也是对的，他就说关于现在大家讨论的所有的 scenario， 就包括你家里有一份《苹果日报》，算不算违法？就是说，即使你在讨论1年，你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所以呢，最关键的就是在于说，立法会议员和公众，这个全面的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然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今后香港政府如何的实施23条，其实是最主要的。那么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也都没用，所以 you and I， 你和我就一定要去对这个事情表达关注，看他怎么去做。那其他没有什么选择，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历来都是一个 very pragmatic person。因为那你还能做什么？就像我上一次在这个节目上跟 Emily 说的，那要不你就一跺脚离开香港。那你既然你现在在香港，那你就应该就是说呢，去使用你的力量，去 make sure， 就是说我们担心的这些事情它不会发生，是吗？好，谢谢你们写了文章，你们一定要手下留情哦。好，谢谢你啊。